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12号，美元指数这几天的价格按我的预期已经是跌了下来。记得在9天之前103的高位，当时是有跟朋友们提过，美元指数中长线是有一个下降三角看跌的形态，它对比特币长线的牛市是一个利好，以及日线这几天也是在猜测，整理了20天，那短线有没有可能变盘去突破 32K？万一 32K 突破，今天也来解密一下下一个上涨的目标会到哪一个位置。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美元指数因为有很多朋友也是希望我多聊一聊美元指数的短线。好像朋友们有在做500倍杠杆的期货，不过我没有碰过外汇的期货我们先来看一下周线记得去年是猜在这个114的顶部，当时也是一直在猜测美元指数什么时候会见顶，有可能就是比特币的底部。最终114的高位猜到这个顶部的位置，也是因为05年、04年这两个低点跟06年的低点，它这个压力线是在08年、09年、15年、16年都过不去。那现在114的高位，我是希望朋友们一路去看空这个美元指数，因为这里面是有一些事件在驱动这个美元指数给我往下去看。所以去年抄底的比特币或者以太坊也是一直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那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这个下降三角给我往下去看，它就是有一些事件在驱动，主力不肯把这些高点，就是每一次的高点一个高点在降低。什么事件在驱动？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那边的一个利率 5.25， 之前在4的一个位置也是跟朋友们讲，后面的一些事件你要去看淡它。所以我个人一个观点就是这样子今天晚上要去留意一下昨天有提到那个 CPI 到底有没有可能来到3左右，因为美联储的目标就是要把通胀给我压到2左右，所以3离这个2是非常的接近，市场炒作是有预期的。等到你看到利率来到5的高位，你已经反应迟了，4的一个利率你就要准备，美元指数在高位的时候有可能就要开始抄底比特币。等到利率都加到 5%， 甚至它开始已经停止加息，市场已经是提前在炒作，整个美元在看空，因为停止加息未来肯定会降息降息就导致美元资产就没有那么吸引力，所以整个美元有可能就是一个空头的一个走势那我的观点是，现在炒作已经早就提前在预期炒作。我们最近尽量就观察月线里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美元指数，它如果这个100，也就是在2020年这两个上影线月线里面的高位100跌破，对整个未来比特币长线有可能比特币会开始分涨的一个走势。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短期的技术形态记得在这3根 K 线的时候是有跟朋友们判断过，有可能比特币会复制2021年7到8月份的暴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暴涨以后它是怎么整理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也就是在这个区间是复制这一次比特币 25K 起来的一个区间，暴涨以后它是利用空间来洗盘，洗到哪一个位置？接近20 MA 的位置，指标是在50附近金叉，后面是有一波上涨。那现在整理的形态它跟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利用空间来调整。目前的整理形态很明显的观察，它是利用时间来横盘，横到这个位置到底有没有可能去突破 32K， 我心里也是没有底因为 32K 是我计算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不过我们观察一下昨天有提到的一个观点，就这一根 K 线是很重要的表态，整理的时候基本上好像是18根都是在这一个收盘价的上方，只有2根1根2根是收在这一个收盘的下方，所以整理的形态是超强势的一个形态。我也是有信心有可能比特币价格短期是要变盘，能不能去突破这个 32K 突破下一个上涨目标，我们来观察一下，也就是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过的这个 35K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如果是真的过了 32K， 到时候来到这个位置可不要再乱做追加。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 35K 当时是在2021年1月份的时候，这边是有一个
支撑区后面是变成一个压力现在也是一个压力。我们可以联想到2021年的6月份到7月份，也就是这个区间，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它是一个整理区间突破的一个位置，后面是跌回来，重新再踩在这个位置的支撑，所以这个位置就目前来看 35K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如果真的比特币继续往上，因为现在美元是在往下跌，我也是在判断比特币短线到底会不会往上突破。至少就目前来看，它的价格是收在所有均线的上方，所以干嘛要去看空这个比特币？包括上一次有跟大家判断的一个短线的买点，或者是这个压回的位置，它其实就是很重要20均线的一个支撑。这一根下跌的时候是跟朋友们讲，你要买的话也可以买反手就设在这个位置。不过这几天也是在跟朋友们讲，不管你是在这个位置的短线或者这个位置的短线，有买对的，你可以留一部分反手设在自己的买入成本位。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短期的技术形态昨天是有聊到一个观点，比如说像这种大跌的 K 线有带一些量的，它空翻的市场以往的经验，至少重心要继续给我往下移到这个下方，所以像这种 K 线有可能就是主力刻意在洗盘，第二根马上来到一根多方抵抗，包括这一根大跌也是一样，收盘的重心第二根并没有继续移到这个下方，或者是后面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插入线，包括昨天也是有跟朋友们讲，就这一根 K 线下跌，你要看一下它第二根的重心有没有继续往下移。所以昨天这两根 K 线下跌加上这一根，它也是一个多方抵抗。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就是有下跌第二根就涨，或者是有下跌这两根又是一个多方吞噬，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样，有下跌多方吞噬，或者是有下跌又有一个多方吞噬。所以短线我个人是觉得目前是布林线有一个短线里面的一个上升趋势那或者我的观点也是不变，你如果在这几个低点位置，这个低点或者这个低点有做对，可以短线拿一部分，看有没有一个中长线的趋势继续往上突破，但是你的成本要设在自己的一个买入成本位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一根上涨的 K 线4个小时里面，昨天是有一个量把这个量给盖住，不过现在没有看到比这个更大的一个上涨的量，或者是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如果30.9K 过的时候，看到时候会不会出量。如果是真的上去，今天晚上有 CPI 你要去留意一下，如果有真的再见高，到时候不一定能追有可能就怕主力会不会继续洗盘。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